新婚之夜，陆潇说要让我守一辈子活寡，我松了口气，面无表情掀了盖头去洗漱。回来时，他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中裤，要掉不掉的挂在腹肌上。我目不斜视走过去，喝了合卺酒，咱们都好交差。他闻了闻酒，皱眉道：就这么干喝，你不往里面加点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大婚当晚，我饿得实在难受，偷偷溜去厨房找吃的，无意间听见陆潇和友人的谈话。陆兄好福气，刚从边疆回来就娶上了媳妇儿，叫兄弟们好生羡慕。陆潇冷嗤一声：什么福气？一个乡下丫头，挟恩图报，死皮赖脸，等过了今晚，我必要让她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话落，兄弟们齐齐为他喝彩，觉得他有男子气概，但也有不一样的声音。可我听说那乡下丫头长得挺好看的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持得住。就是越是小门小户的姑娘，越是手段多，谁知道她为了顾宠能干出什么事？万一趁你不注意，下个药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你可是有嘴说不清了。陆潇听后，把酒碗往桌子上一掷，满脸不屑。小野什么美色没见过，岂会被一张皮囊所迷惑？他要是敢使美人计，我就划烂他的脸；要是敢爬床，我就断他手脚。他敢嫁进来，就该知道后果。陆兄威武，我早就看不惯那些一娶了妻就伏低做小的男人，像陆兄这样的才是铁血真汉子。一墙之隔，我听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嫁来陆家之前，我就想到日子不会好过，可没想到陆潇竟真如传闻中那般混不吝。他长得5大3粗，身量好似小山那般高，若是真动起手来，我怕不是他的对手。想到这，我嘴里的肉包子突然就不香了。砰的一声，屋门被人大力踢开，陆潇摇摇晃晃地走进来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你倒是坐得住，不会指望我给你掀盖头吧？丑话说在前头，你救的是我爹，又不是我，别指望我会对你怜香惜玉。以后各过各的，老子也不会碰你的，你就准备守一辈子活寡吧。听到这番话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，悄悄将袖子里的防身短刀放回原处，自顾自揭下盖头，诚恳道：将军放心，就依将军所说。陆潇目中无人地仰着头，大咧咧道：说得好听，谁知道你会不会？我早就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也知道他不待见我，做好了挨骂的准备。可当我和陆潇对上视线后，他的话突然戛然而止，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似的一动不动。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，过了半晌，我歪了歪头，试探地喊了一声：将军。下一秒，陆潇突然抬手，我以为他脾气上来要打我，慌忙缩了缩脖子，却见他手忙脚乱地整理起发冠，然后擦了下吃酒弄脏的衣领，把捋起的袖子放下。一系列动作后，他挺直了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被看得头皮发麻，不明所以地指了指静室的方向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那我去洗漱了。陆潇还是不说话，我觉得怪瘆得慌，不等他回答，便自顾自进去了。殊不知，我前脚进了静室，后脚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陆潇缓过神后，搓了一把发热的脸，打开门后，正对上探头探脑的几个人。他下意识把人推出去，反手关上门，没好气道：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不是你让我们大闹洞房，找借口喊你走吗？对啊，咱们现在就溜吧。陆潇一愣，快速看了眼屋里，心不在焉地说：我有吗？你听错了吧，大喜的日子我能上哪儿去？几人听后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些懵。那今晚装鬼吓唬新娘子的事呢？陆潇面上更加烦躁。大半夜的，你们都没事做。其中一个人上下打量他后，一拍大腿：你该不会已经中招了吧？我记得裴兄成亲后也是这个表情，脸上红红的，表情呆呆的，提起夫人就扭扭捏捏的，像个斗虫。然后没多久，
他就成了他娘子的狗。陆潇觉得受到了侮辱，急赤白脸地说：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我是说，我已经有别的办法治他了，不用那些小儿科的手段。有人听后这才松了口气，还是陆兄厉害。陆潇几个人嗓门大，我想听不见都难。从静室里走出去时，我内心忐忑，不知道他会弄什么恶作剧整我，却发现陆潇不知何时把衣服脱了，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中裤，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，刚好卡在第7、8块腹肌上。不得不说，陆潇这一身古铜色的腱子肉挺让人赏心悦目，但我不敢多看，怕他挖我的眼睛。我拿起桌子上的酒杯说：将军，喝了合卺酒，咱们都好交差。陆潇接过杯子嗅了嗅，然后往前走了半步，在壮硕的胸膛马上要对到我脸上时停下。就这么干喝，你不加点什么？我的心陡然一紧。出嫁前，我的确准备了一瓶助兴的药，想着陆潇要是实在讨厌我，我就下到合卺酒里，对他霸王硬上弓。可刚才听了他的话，我哪儿敢？我干巴巴地答道：夫君可是觉得酒不好喝？不想喝就算了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感觉陆潇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但他还是把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冷眼睨我。休息？就这么迫不及待跟我同床共枕？小野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说话间，他不自在地扯了扯裤腰，顿了顿道：不过既然你执意想要，给你也不是不行。将军放心，我在外头的榻上睡就行。我刚才一心整理被子，没听到他后面说什么。转过身时，见他面色凝重，下意识问：怎么啦？陆潇额角青筋突起，死死盯了我2秒后，不由分说抢过我手里的被子，粗声粗气道：没什么，你在这儿睡，我出去。他一边火急火燎地往外走，一边嘟囔：当我稀罕跟你睡一张床，乡下来的人身上一股味儿，我都怕熏得睡不着。而且谁知道你半夜会不会脱光了往我被窝里钻，毁我清白。我被他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蹑手蹑脚地躺下，等陆潇的喋喋不休终于停止，我才悄悄拿出脖子上戴的玉佩攥在手心。义兄，我已经如愿进了京城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你了。第二天，我以为照昨晚的情况，陆潇会避我如蛇蝎，很难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可等我刚坐起来，就看见他赤着臂膊在窗外练剑，裤子拉得很低，人鱼线若隐若现。我定定看了一会儿，怕被发现，捂着烫熟的脸走了。与此同时，陆潇的朋友赶到，看见他时，一个个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陆兄，大早上的，你脱这么光干什么？我突然想起来裴兄追他夫人的时候，整天没事色诱，不光脱光了练剑，有一回还让我往他身上洒水，说什么湿身更诱惑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就是我们怎么会有那种朋友？众人吐槽完，齐齐眯一眼看他。陆兄，你不会也变成那样吧？陆潇脸色一僵，胡乱地往身上套衣服。我怎么可能色诱他？简直是笑话。你们不是说要去戏楼吗？咱们现在就走。谁想搭理他？前往戏楼的路上，众人见到了许久不见的裴旭，纷纷上前打趣：哟，真是大白天见了鬼了，居然能看见你一个人上街，怎么今天不陪你娘子了？裴旭微微颔首：娘子想要吃桂花糕，我提前来买，这样她起来就能吃到热乎的了。下一秒，众人响起鬼哭狼嚎：裴兄啊裴兄，你瞅你这点出息，好好的大男人处处低女人一头，再这样下去，他都要骑到你脖子上了。裴旭被打去，倒是不气也不恼，反而眼角挂上笑意。娶了娘子自然就是用来宠的，他想骑哪儿都成。倒是陆兄新婚燕尔，早上不去给母亲敬茶？见他提起家里那位继母，陆潇立马气不打一处来。敬个屁的茶，他也配？想喝我的茶，等下辈子吧。裴旭悠悠看他，叹了口气，只是可惜心腹了，
听说你那继母惯会蹉跎人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受得了。几人渐行渐远，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。裴兄可真有意思，还可怜上你那心腹了。就是蹉跎就蹉跎呗，自古以来，婆婆教训儿媳妇天经地义，正好不用你费力气了，万一把她吓走，岂不是更好？听到这话，本就心里空落落的陆潇猛地转身，面色极其不自然道：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，今日就不去戏楼了。说完，他大踏步地往将军府的方向走。路过刚才卖桂花糕的地方时，想到刚才的场景，他忍不住嘀咕：有那么好吃吗？还大早上就要吃热乎的，矫情。与此同时，他蓦地顿住脚步，哎，掌柜的，给我也打包一份。买完后，他一把把纸包塞进胸口，使劲捂了捂，砰的一声，我摔碎了今早的第3个茶杯。母亲，这茶真的好烫。放肆！主母让你敬茶，你在这推三阻四，还不赶紧去跪着？看着屋里的一圈人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再次跪下，已经起泡的手指端着滚烫的茶杯举到陆母面前，可他还是像之前那样，只低头看着手里的书，根本不接。我知道他跟陆潇关系不好，这么对我，一方面是心里有气，一方面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虽不愿，但不敢不从。就在我坚持不住，即将要摔碎第4个茶杯时，门口的椅子突然飞起来，直直打在婆母的面门上。真他妈好笑，一个丫鬟爬床上位的也能在将军府作威作福了。还给你敬茶，你配吗？哎呵呵，不喝滚！婆母被打得整个人跌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，屋里乱成一团。反了天了，我到底是名头上是你的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陆潇活动了下手腕，弄得骨头咔咔作响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大点声。婆母哪敢吱声，擦了把脸上的血，落荒而逃。屋内，陆潇一边给我上药，一边数落我：你没听说过打狗也得看主人吗？就这么由着人欺负？说到这里，他抬头瞥了我一眼，似是觉得言辞不对，板着脸补充：我不是说你是狗，你是我的人，除了我谁的脸色都不必看，知道了吗？我乖巧地点了点头，肚子不合时宜地叫出了声，面上闪过羞赧。我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占规矩，到现在都没吃饭。下一秒，陆潇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油纸包，随手扔给我：给你吧，这可不是专门给你买的，买一送一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送的，他们都不要，我才拿回来的。我忽略他的话，只闻着香味儿咽口水。不过我的手不方便，你能喂我吗？陆潇刚要离开的脚步一顿，扭头骂骂咧咧，真是麻烦，一天到晚净给我找事，合着我把你娶回来是娶了个祖宗呗。说话间，他把桂花糕递给我，我张开嘴咬下时，嘴唇不小心碰到他的指尖，轻轻含了下。下一秒，陆潇从脸红到了耳根，顿时安静了。陆潇给我擦的药很有效，2天之后，我的指尖就恢复如初了。这天晚上，我洗了个澡出来，见陆潇已经躺在外头准备睡了，刚要过去吹灭蜡烛，跟扭头的陆潇刚好对上视线。他蹭的一下站起身，颤抖地指着我说：你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我懵了，下意识低头看，我穿的是旧衣服，长袖长裤的中衣，并无不妥啊。哦，对了，兴许是衣服洗过太多次，已经变得透明，小衣的轮廓有些清晰，裤子短的露出了一截脚踝，但也没什么吧。不等我想清楚，陆潇已经火急火燎地把窗户关上，像是生怕别人看见我，然后愤愤道：赶紧去换了，穿成这样给谁看？我无辜地眨巴眨巴眼，屋里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吗？陆潇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神情一正，喉结滚动2下，咽了口水说：你什么意思？我没立马回答，而是慢悠悠走到床边坐下，红唇微起：夫君，天气渐冷，
榻上不如床上舒服，你要不要上来睡？陆潇猛地转身看我，一双黑眸亮得像是我从前养的那条狗，不可置信地说：你叫我什么？我仰头看他，无措地咬了咬红唇。夫君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陆潇不说行，也不说不行，双手抱胸，冷哼一声：你该不会是想勾引我吧？我不是早就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人。话虽这么说，他的身体却很诚实，三两下去外屋把被子抱进来，铺在床上，然后板着脸瞪我。晚上老实点，敢有歪心思，手给你打断。我点了点头应下，躺得笔直。可黑暗中，陆潇翻来覆去，折腾的架子床都跟着摇晃。我忍不住出声：你怎么了？他重重地喘了口粗气：都怪你，这么大味儿，熏得我睡不着。我下意识嗅了嗅自己，刚洗了澡，除了皂角香，没别的味道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过要不要搬到榻上睡，可看他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爽的气息，我不敢再出声，只裹紧了被子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这一晚，我睡得异常的累，觉得身上有千斤重。再睁开眼时，天色已然大亮。我把脸从陆潇的胸肌中抬起，皱眉推了推他：陆潇，夫君，你别抱得这么紧，我快喘不上气了。我试图扒拉开他的手臂，可他的手就跟长在我腰上似的，根本挪不动。折腾间，陆潇迷迷糊糊的醒了，看清眼前的情况后，他猛地松开我，蹭的一下坐起来。我就知道你心思不简单，还敢投怀送抱，你好大的胆子。我弱弱的解释：我没有，我晚上睡觉一向很老实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够了，都被我抓到现行了，还敢嘴硬。我垂头揪着被子，紧张的快要哭出声。可下一秒，我眼前一亮，突然发现不对劲儿。咦，这不是我的被子吗？两床被子的花色不一样，很好区分，而且他现在躺的位置明明是我的，外面空了那么一大块，我都被他挤到墙角去了。陆潇反应过来后，身形一滞，但很快就恢复如常。蓦地冷笑一声，凉津津道：呵，真是好手段，为了勾引我，不惜把我拽到你的被窝里。我，这说的像话吗？陆潇说完，做事就要下床，我试图去拉他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是那样的。可我忘了腿还抹着，起身的瞬间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跌去，将本就重心不稳的陆潇压在了身下。这一瞬间，万物俱静。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俯下身，将胸口紧贴着陆潇的，亲了下他的嘴唇。陆潇的脸很快浮现出红晕，磕磕巴巴地说：你做什么？我无辜地眨巴眨巴眼。你都冤枉我了，我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吃亏了？陆潇听后像是生气了，脸色变得紧绷，额角上青筋突起。下一秒，他猛地起身，反过来将我压到了身下，北镇抚丝。众人看着陆潇皱眉：陆兄，你怎么了？从来了就在这傻笑。陆潇听后敛起脸上的笑容，规规矩矩坐好，一本正经地说：我哪有，你看错了。呵，我还以为你沉浸在温柔乡里了。你看看你这嘴角破的，要不是知道你讨厌你那个心腹，我都要以为是你俩亲嘴咬的。陆潇下意识摸了摸嘴角上的伤口，别开视线冷凄一声：怎么可能？我不过是看待她是个无人依靠的孤女分上收留她，她要是敢毁我清白，我肯定得狠狠收拾她。好友把手臂搭在她肩膀上，乐不可支：哈哈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，放心，兄弟刚才已经帮你收拾过了，还给你送饭，咱们北镇抚司缺他这一碗饭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他说完，还得意洋洋地等着陆潇夸他。可下一秒，陆潇突然站起身，嚎了一嗓子：你说什么？他也不等好友回答，直接大步朝门口走去。待陆潇的身影消失不见后，好友低声爆了句粗口：
妈的，我怎么觉得他也要变成狗了？其他几人捋了捋不存在的胡子，纷纷点头。我觉得也是。陆潇出来的时候，我正提着食盒站在台阶上，见他面色不愉，我抿了抿唇说：“夫君，他们都说我不该来这儿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去。”陆潇抢先挡住我的去路，一把接过食盒：“怎么那么多话？跟我过来。”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，走进了北镇抚司。路上，我看着周围的一草一木，想到了义兄来京城上任的那天，他说衙门缺人，他刚好被看中，然后顶上了，以后就是吃官家饭的人。等发了俸利，要另一间铺子，让我们开饭馆，到时就不用每天去街口摆摊，风吹日晒。那一天，大概是我们从北戎逃荒来大周后最开心的一天。我当时还撒娇说，我衣服都快洗破洞了，要买新的。义兄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义兄食言了。他们都说义兄是北戎的奸细，择日就要问斩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了赵狱的入口，眼眶突然变得酸涩。3个月了，我本来都绝望了，没想到因为救了陆潇父亲，阴差阳错得到了机会。义兄，你一定要等我啊！兴许是我想得太入迷，砰的一声，我没注意到陆潇何时停下了，一个趔趄撞到了他的后背。陆潇转身，居高临下的打量我一眼，投怀送抱。我心中一慌，红着脸说：“今早你走后，爹过来找我了，说让我早点给你生孩子。”陆潇似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，当即一愣，四下扫了一圈后，板着脸说：“青天白日的，你知不知羞？”也许是被我吓到了，一直到进屋，陆潇都异常沉默。我帮他布完菜，见他没有留我的意思，做事要走，擦肩而过时，我勾住他的手心晃了晃：“夫君今晚可否早点回来？早上亲的那般狼吞虎咽。”我自认为他肯定懂我的意思了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他一脸不耐烦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下午，太阳还未落山，陆潇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。好友拦住他：“我这有个案子焦头烂额了，你快来帮我看看。”陆潇毫不留情地拒绝：“我有事要忙，你找别人吧。”好友皱眉：“你能有什么事？”说完，他又觉得不对劲儿，上下打量起陆潇：“哎，你头发怎么是湿的？身上怎么是香的？洗过澡了？熏香了？胡子也刮了？你到底要去干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去相看姑娘。”陆潇眼神闪躲，急匆匆地往外走：“你管我！”回去的时候天还没黑，陆潇怕自己显得太急色，在院子外转了2圈才进去。推开屋门时，他看见自己的娘子正穿着一层薄如蝉翼的裙子坐在桌边，皱着眉头抿杯子里的酒。看见陆潇后，我举着杯子说：“夫君，你要喝点吗？”陆潇面无表情地坐在我身边：“怎么想起喝酒了？”我不好意思笑笑，往他身前凑了凑。我有点害怕，喝点壮胆的。想到马上要发生的事，陆潇看向我的眼神变得热切，一开口却还是尖酸刻薄的味儿：“怕成这样，这么点胆子，你难不成是吓大的？”我没理他嘲讽的语气，自顾自地喝。可酒实在是太辣了，我只能皱着眉，一点一点地抿。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，在我抿第3口的时候，陆潇突然站起身，粗声粗气道：“够了！”然后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杯子，一饮而尽。紧接着，他按住我的后脖颈，轻身靠过来，咬住了我的唇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陆潇掐着腰抱起来的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被他扔到了床上。他像座小山似的压着我，毫无章法的乱啃，猩红的眸子里满是情欲，像是发狂的野兽。架子床吱呀吱呀的叫，我也不反抗，
任凭他粗暴地扯开我的腰带。可就在他的手刚探进我的100里时，整个人突然身形一滞，下一秒，陆潇失了气力，重重倒在我的身上。我收起脸上娇羞的表情，用尽力气把他推开，从他腰间取走了令牌。我早就打听过，赵玉只认令牌不认人。我穿着男装，拿着陆潇的令牌，顺利进入赵玉。找了一圈后，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义兄。嗨嗨，霍云婷，你过来。牢房里的人抬起了头，凌乱的碎发遮住了大半张脸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说不是我做的就不是，我是不会承认的，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是那句话。见他没认出我，我往前探了探身子，轻声说：义兄，是我。霍云婷听后一愣，猛地拨开头发，大步走到我面前。画画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冲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招呼一旁的人打开锁链，把他给我绑起来押出去。我借着单独审问的由头把霍云婷带走。出了城门后，我赶紧帮他解绑。义兄，你快走，这些银子你拿着，千万别回头。可义兄却死死抓着我的手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我急得汗都要出来了。你快别说了，那蒙汗药也不知道能撑多久，万一陆潇追上来，咱们都跑不了了。陆潇此人心狠手辣，你留下肯定难逃一死。当初结拜时，我便说过，只要有我一口气，绝不让你们受委屈。若是因为我害死了你，为兄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？看着义兄红了眼眶，我也忍不住哭出了声。好，我们一起走。然而，话音刚落，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淡漠冰冷的声音：走。夫人要走去哪儿啊？几乎是瞬间，我们就被包围了。陆潇缓缓从人群中走出来，冷眼睨着我。对上他的视线后，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。我在那壶酒里下了大量的蒙汗药，虽不致死，但也能保证让他睡上2个时辰。怕他心生警惕，还特意自己喝了点儿。可我已经提前服下了解药。他是怎么回事？陆潇似是看出我心中所想，轻笑一声说：我要是连这点伎俩都看不透，早死800回了。我颤抖着开口：你早就知道了。呵，你说呢？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那天盯着赵玉看的时候，眼神有多深情。你觉得我调查一下那里面的人是很难的事吗？顷刻间，我觉得像是天塌了。原来我自以为的天衣无缝，在陆潇眼里都是小丑行径。就在此时，陆潇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义兄不顾一切挡在我面前。你别动他，要杀要剐冲我来。我拦住义兄，声嘶力竭地开口：不，骗你的是我，你有什么火冲我发就好了。我义兄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和义兄都想替对方揽下罪责。撕扯间，陆潇的脸色黑成了炭，低声爆了句粗口：操，你们搁这儿表演感情深厚呢？要不要我为你们鼓鼓掌啊？沈话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良心。陆潇的好兄弟看不下去，拔剑从后面冲过来：陆兄，别听他们废话了，让我替你解决了这对狗男女。话音刚落，陆潇已然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就在我以为今天死定了的时候，他突然指着义兄厉声质问：你放他走就算了，凭什么你也要走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不管，我们可是明媒正娶、名正言顺的夫妻，就算你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也是正室。他没名没分，顶多算个外室。此话一出，陆潇好友的脚步一顿，跟看傻子似的看他。陆潇则红着眼眶继续说：只要你不让他进府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看不见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我感觉事情的发展有些魔幻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只呆呆地看着他。陆潇咬着后槽牙说：不行，那让他进府也行，我做大，他做小。1个月你要陪我20，哦不，至少25天。事已至此，周遭的将士纷纷一言难尽地收起了剑。之前那位帮他出头的好友直接骂了一句：陆潇，你真给我们男人丢人。
然后就转身往回走。走的时候不忘招呼其他人。那什么，大家今晚都辛苦了，回家洗洗睡吧，别陪这个傻子玩了。陆潇真让义兄和我一起住进了将军府，这里环境好，又有最好的药材。没过几天，义兄身上的伤就恢复了七七八八。陆潇有事没事就来刷存在感。这日，我帮义兄换手臂上的药时，陆潇走进来，一抬手，手上的10个扳指闪闪发光，再一抬手，不小心从胸口拿出一叠地契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那108间铺子和1000亩良田吗？这还只是京城的产业，外地还有呢。不像有些人吃药还得让女人拿钱，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吃软饭啊？说到这里，见没人搭理他，陆潇又咳嗽起来。不用请大夫，不过是胸口被山匪划了一道区区7寸的伤口而已，死不了人，毕竟我才不会让某些上不得台面的人上位。表演结束，陆潇气哼哼地走了，留下我和义兄面面相觑。义兄指了指脑袋，一脸无语道：他没事吧？我叹了口气，得，我去找他好好聊聊。可我前脚一出去，陆潇后脚就窜了。这几天他都是这样，没事就来显眼，等我找他谈正事儿吧，他就躲着我。我费了好大劲才截住他。陆潇，你跑什么？你站住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反正我是正室，谁也撼动不了我的地位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只是我的义兄。陆潇听后仰着下巴，一脸委屈地说：好哥哥，晴妹妹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义兄早就娶妻了，孩子都会叫爹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？听到这话，陆潇瞪大了眼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一直想跟你说，是你不给我这个机会啊。陆潇听后火急火燎地返回义兄的院子，指挥下人都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给我大舅哥多做点补品。得知霍云亭娶了媳妇儿，陆潇比自己成亲时还高兴，当晚就决定大摆宴席。下午他想早早离开府衙，却被兄弟围着调侃。我就说你抵挡不了美色诱惑吧，你说你养着沈化就算了，现在还帮他养义兄，这不是冤大头吗？你懂什么？陆兄美人在怀，哪管得了那么多啊？一吹枕头风，那不是要金山银山也给。陆潇听了并不高兴。什么枕头风？他好几天都没见到沈化的枕头了。自从霍云亭搬进府里，他就搬到旁边院子，美其名曰方便照顾。他现在都忘了亲嘴是什么滋味了。好友觉得他奇怪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又不是童子鸡了，怎么还扭扭捏捏，跟个大姑娘似的？提到这个，陆潇的脸色更差了。这些男人平时说起话来荤素不忌，个个都是人精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哈哈，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是陆潇自己要大摆宴席，吃饭的时候却没什么精神。晚上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猛地扑进我怀里，闷声闷气地说：他们都说你就是把我当狗玩。他一个8尺男，弯着腰使劲往我怀里钻，还一个劲儿地控诉我。我听到耳朵疼，推了推他，我想去睡觉了。陆潇不松手，不行，今天说不清楚，不许走。我颇为无语道：本来想今晚陪你一起睡的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话落，陆潇猛地抬头，回头瞥了一眼，见我的枕头和被子真的放在床上后，眼睛突然放光了。真的吗？怎么睡？像上次那样吗？看着他饿狼一般的双眼，我突然有些打怵，可他没给我反悔的机会，直接把我打横抱起扔到了床上。这晚我差点被陆潇啃掉一层皮。后来陆潇告诉我，其实他早就调查出义兄是被冤枉的，之所以一直拖着不处理，是在等待真正的奸细自投罗网。义兄官复原职后，他把嫂嫂、孩子还有我妹妹都接过来了，真的开了一间饭馆。本来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可陆潇的兄弟不愿意了。平时叫嚣的最厉害的岑峰，也就是那晚跟陆潇去抓我和义兄的男人，对我颇有怨言。
竟然招呼一帮人要去饭馆找义兄算账，说要替陆萧报仇。我得到消息后，立马往那儿赶。嫂嫂平时带着孩子出去玩，只有我刚及笄的妹妹看着店，万一那群人真动起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我还是晚了一步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岑峰已经把刀拿出来了。喂，你们掌柜的叫霍云亭吗？沈宁听见声音后，迷茫地抬起头，莞尔一笑。是呀，你找我哥哥有事吗？话落，岑峰突然结巴了。我见情况不好，刚要冲上去，就见岑峰把手臂往桌子上一撑，扯开领口，露出一片紧实的胸肌，故意压着嗓子，用低沉的气泡音说：那什么，这刀你喜欢吗？他身后的兄弟，恰巧此时陆萧闻声赶来，拧着岑峰的耳朵，没好气道：不是都跟你说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来砸什么场子？沈宁此时也意识到不对劲儿，谨慎地后退半步，面上也不复刚才的温柔。岑峰有些慌了：你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陆萧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快帮我解释一下啊！陆萧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清了清嗓子说：什么兄弟？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同僚罢了，娘子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啊！岑峰，夜里，陆萧蹑手蹑脚地钻进我的被窝。娘子，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，保证不会再有人去找麻烦了。我困得不行，含糊地嗯了一声，以为能就此结束话题，他却把手往我衣襟里钻，附在我耳边喘粗气。今晚行不行？我耐着性子转过身，小声嘟囔：行吧，反正也用不了1刻钟。陆萧听后几乎要哭出来。娘子，上次是意外，我这回肯定比上次表现得好。我没当真，以为他只是在挽尊。然而1个时辰过去，我有气无力地推他：陆萧，你给我下去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